这个男孩拥有神奇的侧写能力，他服下3颗红色药丸，进入奇特的第4维度。但凡双手接触到的东西，脑海中就会浮现此处之前发生的事。他看到一个男人惊恐地躲在门后，随后一群戴着口罩、身穿白大褂的人破门而入，双方厮打中，男人被强行注射了镇静剂，他尖叫出声，电视机玻璃杯应声而碎，声音之大，连另一头的男孩都受到波及，他被震得脑子嗡嗡的。但显然这些白大褂早有预料，他们统一戴着降噪耳机，丝毫不受影响。男人被强行带走，恍惚之中，男孩看到白大褂上绣着九山市疗养院的标志。男孩名叫孟南，他奉组织的命令，千里迢迢前来寻找声音超能者秦启书，没想到却破了个空。负责情报收集的鸟不可能出错。通过侧写通感，孟南得知秦启书被疗养院的人抓走，显然不止他一人在寻找秦启书。很快，孟南的后勤搭档汤姆就查到了九山疗养院。资料显示，九山市疗养院成立于1989年，从表面来看，只是家普通私立医院，专门收治一些孤寡老人和精神病患者。但那群白大褂训练有素，甚至知道秦启书的特异能力，为此特意做了准备。除此之外，孟南还感应到秦启书被疗养院的人带走后不久，又有其他人来搜查过木屋。看来不止一股势力盯上了秦启书，而鸟已追查了秦启书1年。组织上层非常重视这次的任务，秦启书对他们而言至关重要，绝不能空手而归。于是孟南决定亲自到疗养院一探究竟，顺便将秦启书抢回来。恰好网上有一则疗养院的招聘公告，他们正在招聘一名心理医师，正是潜入疗养院的好机会。于是孟南请汤姆帮忙制作一份档案，投到九山疗养院。汤姆信誓旦旦地保证小事一桩。孟南租了辆3轮电动车，一路颠簸来到了荒郊野岭。尽管是白天，养院的大铁门仍然显得格外阴森。孟南敲了一会门不见回应，他沿着旁边的小路围着院墙走，发现有一件蓝色病号服被丢在灌木上。难道有人逃出来了吗？孟南继续往前走，绕到后墙时，发现墙上居然有个1人大小的洞。孟南走进去一看，真是天助我也！孟南毫不犹豫回头捡起病号服，穿上去偷偷混进了篮球场。疗养院的病人举止怪异，疯疯癫癫，孟南在这里反而不怎么显眼。护士们浑然没发现多了一个陌生面孔。心理素质极其强大的孟南仔细观察着四周的环境。这时，一个老头突然冲过来，他拉着孟南躲到长椅后面，神神秘秘地说：“孟南不属于这里。”此话一出，孟南吓出了一身冷汗，难道自己的伪装露馅了？老头随后举起手腕说：“时间差不多了。”孟南定睛一看，发现他的手表只是用圆珠笔画在手腕上而已，原来是个病人。孟南放下心来，随口敷衍了几句，起身继续走。结果猛地撞到一个病人，孟南脑海随之浮现一幕奇怪的场景：天地颠倒的蔚蓝海水之中，一条巨大的红锦鲤跳出水面，应该是病人脑子里幻想的画面。此时护士吹响口哨，到了吃药时间。孟南混在队伍中，发现病人们都带着手牌，护士们则按照手牌一一发放。孟南意识到不妙，他想偷偷溜走，结果一下就被人发现了。不少病人被刺激，纷纷闹起来，场面一时间混乱至极。护士以为孟南是病人，赶紧来追，结果迎面撞见一个马医生。孟南跑进一座大楼，左躲右藏，最后藏在值班室门后，摆脱了马医生。孟南随手拿了件白大褂套在身上，翻起了护士写的入院记录表。遗憾的是，上面并没有秦启书的名字。突然，肩膀被拍，孟南吓了一跳。之前神神秘秘的老头居然找到了这里。你是不是想走？是不是？那我可要打电话了！我看他们来抓你，抓住你以后抽你筋，把你活活的解剖了。你呀，不属于这里。好，我跟你走，跟你走。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吧？我们的伙伴啊，已经准备好了来接我们。这个呀，就是我们约定好了的时间。对呀，表对呀。好。7点半。7点半。你这表还真挺好的啊。好表啊！时间定在7点半。孟南走出值班室，直接反锁上门。一到走廊，孟南听到有说话声，他想也没想，直接打开旁边的门，钻了进去。结果尴尬的发现这里是会议室，疗养院的主任医师正在给新来的实习医生穆思凡讲解工作职责。幸好穆思凡是新人，他以为孟南是疗养院的医生，也就没有声张。孟南趁机赶紧开门溜了出去。他掏出手机想场外求助，却发现这里没有信号。孟南正举起手臂找信号时，猛地发现楼顶站着一个人。路过的护士发现危险后，急忙冲进会议室找医生帮忙。这个病人叫梁田，患有严重的臆想症。他单脚踏在天台边缘上，双手不断抖动。李医生认为梁田是在幻想放风筝，他把白大褂脱下来假装风筝，企图吸引梁田的注意。
谁知他根本不理睬，继续在楼顶边缘徘徊，重复着奇怪的动作。楼下穆思凡带着护士们在2楼平台上拉起几层被子，防止良田出意外。良田，孟楠知道良田在想什么，他是在想吊天空里的锦鲤。于是孟楠从大院池塘里捞出条红鲤鱼，3步并作2步跑上楼顶。一见到活蹦乱跳的鲤鱼，良田果然从楼顶边走了回来，大家这才如释重负。孟楠立了功，可在场的医生护士都没见过他。刘主任对陌生人十分警惕，最先发问。孟楠脑子一转，称自己是来应聘，但刘主任不记得收到过孟楠的简历。孟楠一口咬定，说自己给疗养院发过几次都没有回复，这才亲自来疗养院看看。但刘主任可不好糊弄，没有他的允许，门卫田师傅绝不可能放人进来。孟楠只得把墙壁上有个破洞的事说了出来。刘主任领着众人来到墙壁破洞处，大家都是一惊，满地白蚁。墙壁洞口是从内向外倒塌，说明已有人逃了出去。刘主任临危不乱，令护士长清点所有病人。穆思凡去找门卫田师傅想法补好洞口，其他医生则出去寻找逃跑的病人。孟楠拔腿刚想溜，就被刘主任叫住，他被迫跟着刘主任往住院楼走。看到刘主任拿出手机，孟楠十分奇怪，刘主任能用手机向周院长汇报情况，自己的手机却没信号，不知道汤姆能不能伪造一封20天前的简历信。一到办公室，刘主任再三确认信箱，他们的确没有收到孟楠的简历。汤姆破解防火墙要几分钟时间，孟楠刚想再找个借口时，手机屏幕上跳出汤姆的消息已完成。孟楠立刻有了底气，他走到桌前拨动鼠标，找到了自己的简历邮件。刘主任仔细看了简历，上面有各种学历证明，证明孟楠是名校毕业的临床心理学医生。可在履历上又发现了问题，第一份工作是妇产科医院，还只做了1个月。孟楠灵机一动，声称毕业论文是有关妇女生产时的心理变化，所以毕业后去了妇产科医院。但作为男人有诸多不便，1个月后更辞职。虽然听着有些牵强，却也能说得通。刘主任也就不再追问，约定明天上午给孟楠一个答复。走出疗养院，孟楠少不得发消息骂了汤姆一通。穆思凡在帮田师傅找水桶时，发现了被孟楠锁在护士值班室的老头。老头一股怨气，只给穆医生看刚出住院楼的小子，一会是病人，一会是医生，一定不是好人。穆思凡的心里产生了疑问，同样刘主任也没有打消疑虑。孟楠的表现极不正常，他不清楚孟楠的目的，但现在疗养院里有个重要病人，绝不能掉以轻心。对付敌人的最佳方法就是放在眼皮底下，时刻监视洞察其目的。所以第2天上午，刘主任通知穆思凡和孟楠2人同时在疗养院实习期满后择优录取。在刘主任的安排下，穆思凡领着孟楠到宿舍，路上把心中的疑问说了出来。孟楠随口编了个瞎话蒙混过去，放好行李后便大模大样的穿上白大褂，四处寻找秦启书。突然传来一声尖叫，循着声音来到病房，没看到秦启书，而是另一名女病人苏茂平。女人告诉医生自己能看见鬼。你知不知道人死了以后会停21刻，说明人是有灵魂的。孟楠怀疑苏茂平可能知道秦启东的线索，于是他耐心的开导安抚他。情绪渐渐稳定下来的苏茂平说出了自己身上的故事。在9月1日那天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车祸。苏茂平是唯一的幸存者，他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，认为是自己害死了大家。事故发生后的第7天，也就是头七，坐在公交车上的苏茂平正在出神，突然看到有个烧焦的骨架站在路边冲他挥手。苏茂平惊魂未定之时，突然闻到一股焦味，一个撑着雨伞的鬼影站在他面前。此后每隔7天，苏茂平都会撞到诡异事件。苏母说这是逢七回魂的大灾，要请人做法驱邪，这让苏茂平更加恐惧，精神几近崩溃。而不信鬼神之说的妹妹苏丽珍将姐姐接到自己家中照顾。结果3期当晚，苏茂平又看到了烧焦的骨架，他小心翼翼地下楼寻找妹妹，看到苏丽珍，苏茂平才放下心来。结果一转头，看到楼梯上躺着一具焦尸。这时一名护士冲进来，打断了2人对话。这名护士竟然是苏丽珍。苏茂平目光落到日历上，他情绪一下崩溃了。你看，今天你死去了。姐，你别再说这些了，你现在都只是幻觉，都是因为你对这车祸产生的自责。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那次事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看到的那些东西，心理学上都是可以解释的。姐，你要听医生的话，你别再去想妈说的那些歪理邪说了。你别这么激动嘛！你姐姐既然是个病人，那这个心结不可能这么容易打开，慢慢来嘛。医生，你会
帮我们吧？当然，你这个事情实在是太有意思了。因为昨天抓鱼救人的事，孟南在大院里尽人皆知，走动起来也就方便多了。孟南又查了一遍入院记录，发现只有苏茂平一人。今晚就是4期，孟南独自待在值班室里。苏丽珍为了照顾姐姐，特意换了班。此时苏母打来电话，她又开始说那些驱邪的话。苏丽珍不耐烦地应付着母亲，不知不觉走到了姐姐的病房前。透过窗户发现有个人影蹲在姐姐的床前，黑影猛地回头，苏丽珍吓得连连后退，她浑身直冒冷汗。病房门被风吹开，里面只有沉睡的苏茂平。走廊里突然冒起浓烟，一个鬼影冲出，苏丽珍吓得尖叫着蹲在原地不敢动弹。等浓烟散去，一切又恢复正常，姐姐还是安静的睡着。有人从背后拍了一下苏丽珍的肩膀，她惊恐之中转过身，原来是孟南。苏茂平被吵醒，苏丽珍怕刺激到姐姐，不敢告诉她这些事。次日，汤姆带来一个坏消息，他动的手脚被人发现了，对方试图追踪，以防万一，汤姆给了孟南一个加密邮箱，以后联络少用手机。眼下一时半会找不到请起书，后援又被迫断了。如此一来，孟南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打入管理层寻找请起书。刚挂断电话，孟南看到李医生在溜2只白鼠，而李医生看到孟南，脸上的表情耐人寻味，嘴上说着欢迎回来，像是在说手中的2只白鼠，眼睛却盯着孟南，似乎意有所指。孟南没有理会他，如今他要从苏茂平敲出请起书的下落。第二天，孟南找到苏丽珍提出驱鬼之计，昨晚的经历历历在目，苏丽珍不免有些动摇。孟南和他打听车祸的细节，据他所说，那晚苏茂平开车去接妹妹下班，结果在一个转弯处被公交车灯光晃了眼，没能及时转弯。不料为了躲避苏茂平，司机急打方向盘，导致方向失控爆炸，车上6人无一幸存。而苏母身为老一辈，知道很多驱邪破魔的传闻，之前和苏丽珍提过很多次，但都被拒绝了。孟南打算按照苏母的方法试上一试，送神疑鬼则因而忧。到了5期这天的晚上，孟南选了一处阴气最重的凉亭，苏丽珍烧了6个天梯和纸钱，注视着离开。结束后，2人回到值班室，苏丽珍猛地看见一双娇腿从阴暗的角落里伸出来，她惊叫出声，定睛一看，那腿又消失了。苏丽珍急忙去看姐姐，发现她并不在床上。此时房门被重重关上，苏丽珍吓得跌倒在地，黑暗之中，一双娇手捂住她的嘴，将苏丽珍拖进了阴影之中。孟南来到病房时，苏丽珍正惊魂未定地坐在床边，她又看到鬼了，他们的办法好像并不管用。此时苏茂平突然出现，他仍是一副神游天外的模样。次日，苏丽珍打电话询问母亲哪里出了错，排除之后只有一种可能，人数不对。苏茂平去查到车祸的新闻，结果发现一名救援的交警在爆炸中身受重伤，送医后不治身亡。这样算下来，实际上一共是7人遇难。如今只有请道士在6期那晚超度7个冤魂，苏茂平才能平安无事。转眼到了6期，道士起坛焚香做法，苏丽珍跪在地上，一边烧纸一边心中默念7位受害者姓名。结束后，道士举剑画符，香烛却骤然熄灭。道士掐指一算，道出还差1人，少了一个天梯必惹鬼怨，其余人皆不得超度。苏丽珍焦急万分，可如果不知道第8个人的姓名，烧8个天梯也没有用。苏家姐妹一定要在末期之前确认所有受害者姓名，否则再无回天之力。苏丽珍忧心忡忡时，看到苏茂平跑出病房，她一路追着姐姐，身后的墙壁印满了黑手印。苏丽珍看到姐姐跑向一辆烧成骨架的公交车，她上车后，姐姐却又神奇的消失了。苏丽珍看到车祸中死者的惨状，一时间吓得不知所措的大哭起来。此时一道强光袭来，照亮了整个公交车。苏茂平一把拉过苏丽珍，他痛哭流涕地承认了车祸罪责。其实那晚是自己开了远光灯，才导致公交车失控。为了逃避责任，苏茂平谎称是公交车的责任。如今冤魂索命，妹妹也被卷了进来。苏茂平悔不当初，选择坦白。苏丽珍回去后若有所思，姐姐之所以会看到鬼魂，很有可能是出于背负人命的愧疚感，而将秘密说出来，会减轻苏茂平的负罪感。于是苏丽珍跟姐姐商议后，决定主动去自首。当她欣喜地把这件事告诉孟南时，孟南却问了她一个问题：苏茂平经常不见吗？苏丽珍怔住，孟南继续道：姐姐四处乱跑，妹妹常常在找，而且每次苏丽珍遇到鬼时，苏茂平都不在场。你说还少1个人，那会不会就是你姐？苏丽珍一下陷入巨大的困惑之中。原来苏茂平和苏丽珍从始至终都是一个人，
在孟楠眼中，苏丽珍一直在自言自语。孟楠写好了苏茂平的诊断报告，他和刘主任李医生解释，实际上苏丽珍5年前就罹患肺癌过世，在生命的最后阶段，身为护士的苏茂平不顾母亲的反对，为了治疗妹妹的肺癌，他一意孤行同意冒着风险动手术，但手术失败，妹妹离世，加上苏母的埋怨，苏茂平在重压之下产生了人格分裂，一会幻想自己是苏茂平，一会认为自己是苏丽珍。所谓的车祸都是姐姐苏茂平幻想出来的剧情，而那些受害者无非是苏丽珍过世后头期曾在灵堂附近出现过的人。为了治疗苏茂平的病，孟楠陪他走完了整个剧情发展，甚至半成道是引导苏茂平发现真正的答案。清醒过来的苏茂平看着镜子里憔悴的自己，终于回想起来了一切。孟楠按着苏茂平的手，看见他在向想象中的妹妹招手告别，彻底告别自己的心理阴影。